65岁为什么还能创业成功？1956年，肯德基创始人哈兰·山德士已经65岁，餐馆卖掉，半生积累几乎清零。就这么一地鸡毛的山德士，后来他的肯德基开遍了全球，能让几万家店用相似的方法持续卖鸡，而且持续盈利。当时美国会炸鸡的人太多，为什么偏偏就他成功了？1890年9月9日，哈兰·山德士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农场家庭。山德士6岁不到就失去了父亲，靠着母亲外出缝衣服，又到罐头厂工作养活一家。而家里更小的孩子就交给山德士照顾。于是7岁的山德士已经会做面包和蔬菜，也开始学习做肉。1903年12、13岁的他离开学校，此后长期靠打工谋生。1906年16岁的山德士发现资本实在太丑陋，不如去当兵，于是虚报年龄参军，被派往古巴服役。第2年退伍后，他进入铁路系统，做过铁匠助手，清理机车灰渣，也当过蒸汽机车司炉工。此后的20多年，他继续换工作，卖过保险，做过渡船生意，还办过乙炔灯公司。渡船一度很赚钱，可桥梁建设改变了交通，灯具生意刚有点眉目，电灯又开始普及。总之，山德士几乎每一次都踩中了风口，就是被人踩着上去那种。1930年，40岁的山德士来到肯塔基州的北科尔宾，壳牌石油公司把一座公路服务站交给他经营，不收固定租金，改为从销售收入中分成。这一次他卖的是汽油，在当时可以说是妥妥的风口。经过20年代的发展，汽车正在从富人的大玩具变成普通美国家庭的重要交通工具。到1930年，美国已经有10万多座加油站，汽车一年要喝掉超过150亿加仑汽油。可山德士入场的时间也很有个人特色，因为1930年美国大萧条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。早年如果你跟着山德士混，真的是10天饿9顿。可也正是在这个最不适合做生意的年份，山德士发现了一件事：有些司机虽然舍不得多加1加仑汽油，却愿意花点钱吃上一顿热饭。山德士原本只是在服务站后面的房间给家人做饭，后来有旅客想吃，他便顺手多做一份炸鸡、乡村火腿、豆角、秋葵热饼干。于是他的副业就这么开始了。消息很快沿着公路传开，越来越多的司机不是为了加油停车，而是为了吃饭停车。后来山德士干脆撤掉加油泵，把服务站扩成餐厅，座位最终增加到142个。到30年代末，他的餐厅已经在公路旅客中有了名气。可餐厅越忙，一个问题越明显，他的炸鸡虽然好吃，却慢得很有原则。传统平底锅炸一份鸡大约需要30分钟，对一个赶路的司机来说，半小时已经足够把他饿得怀疑人生。如果提前炸好，顾客来得慢，晚上就得把剩下的鸡扔掉。至于普通油炸，速度确实快了，可炸出来的鸡又干又硬。山德士终于意识到，好吃只是第一关，一道菜想变成一门大生意，还必须解决速度的问题。1939年，他开始尝试一种当时还很新鲜的炊具——压力锅。经过反复调整压力、时间、油温和鸡块大小，他把原本大约30分钟的制作过程压缩到8、9分钟，同时尽量保住鸡肉里的水分和口感。可此时的山德士仍然只有一家店，一天再忙，他也只有2只手。他已经解决了顾客为什么买，也解决了产品怎么快速做。接下来还剩一个更大的问题：怎样让自己不在厨房时，这只鸡照样能够赚钱。1952年，62岁的山德士来到犹他州盐湖城，找到餐馆老板皮特·哈曼。哈曼有餐厅，有厨房，也有一批每天等着吃饭的顾客。山德士有一套炸鸡方法，2个人一见面，商业分工非常明确。哈曼负责出店、出人、出钱，山德士负责出配方。他把调料、果粉和压力烹饪方法交给哈曼，又亲自在厨房里做了一遍。结果炸鸡端上餐桌后很受顾客欢迎，哈曼的餐厅生意也明显增长。到1956年，已经有6到8家餐馆加入这种合作，每做一只鸡向他支付4美分。不过当时的山德士还没有彻底看清这套模式的价值，真正养活他的仍然是北科尔宾那家经营了20多年的老餐馆。但他这家老餐馆很快就要撑不住了。进入50年代，他餐馆门前的公路路口被移走，车流已经开始减少。紧接着又传来一个更坏的消息，规划中的洲际公路将彻底绕开他的餐馆。1956年，山德士只能把餐馆拍卖掉，而且还是贱卖，因为这样的地段太烂。65岁上下经营半生的店没了，手里的收入只剩积蓄、变卖产业留下的钱，以及每月105美元的社会保障金。别人到了这个年纪开始研究退休生活，但山德士表示65岁正是搞事业的年龄。4年前，皮特·哈曼的餐厅已经证明，只要使用他的配方和流程，别人也能把炸鸡卖出去。1956年，66岁的山德士把2口压力锅和1袋调料塞进车里，开始寻找加盟商。他的推销方式很直接，看到一家像样的餐馆，他先进去找老板，希望借厨房给员工做一顿炸鸡。员工觉得好吃，他就再留几天做给顾客吃。顾客愿意掏钱，双方才坐下来谈合作。但这条路并不好走，因为许多的大餐馆老板根本看不上他这个炸鸡。不过山德士虽然急着找加盟商，却没有见店就签。有一次，他和妻子往返跑了大约1500英里。到了以后，他隔着玻璃看了一眼厨房，发现卫生状况不行，连门都没进，转身就走。老板甚至不知道自己差点获得一份肯德基加盟权，这说明山德士卖的不只是配方，还有自己的名字。这套笨办法也开始慢慢见效。
到1960年，肯德基在美国已有大约200个销售网点，加拿大也出现了几家。山德士的年税前利润达到大约10万美元。到1963年底，肯德基的加盟网点已经超过600家，年税前利润约30万美元。而彼时的肯德基公司只有17名员工。可当一门生意从汽车后座长成600多家加盟店，新的问题也来了。这家公司已经大到不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靠自己记账和开车巡店就能管住的了。山德士自己记账，妻子克劳迪亚负责调配、包装和寄送香料，他还要巡视门店、检查闸机，寻找新的合作伙伴。这套办法管几十家店可以，要管几百家是非常吃力的。此时的山德士已经70多岁，他开始担心的不再是下一家店开在哪里，而是自己哪天干不动了，这家公司交给谁。到了1963年，29岁的律师约翰·布朗找到了山德士，后来布朗又拉来金融家杰克·梅西，准备收购肯德基。他们开价200万美元，并承诺让山德士继续担任顾问和品牌形象。山德士一开始不愿意，因为公司对他来说不只是一门生意，那是他60多年的人生。但他也明白，肯德基如果继续依赖自己，就永远只是一家被放大的家庭作坊。1964年1月6日，山德士同意出售公司。3月6日，交易完成。布朗和梅西接手后做了4件事：第一，把山德士本人推到全国观众面前。于是山德士频繁登上电视节目，参加宣传活动。经过全国推广以后，山德士的脸直接成为了肯德基的商标。第二，统一广告。山德士经营时期，各地加盟店基本各自宣传。布朗接手后，开始推动全国性广告，把分散的声音拧成一个品牌。第三，改变收费方式。山德士原来每卖一只鸡收取5美分，这种办法简单，但有个问题，物价上涨，炸鸡越来越贵，总部收的还是5美分。布朗把它改成按照加盟店销售额抽成，从此鸡卖得越贵，门店生意越好，总部收入也跟着增加。而且加盟店卖出的沙拉、豆子和其他配菜，总部同样可以参与分账。第四，把肯德基从别人菜单里的一道菜变成一家独立门店。山德士时期，很多加盟商原本就有自己的餐馆，肯德基炸鸡只是菜单里的一个项目。布朗接手后，重点发展外带门店，统一建筑外观、菜单和经营方式。他开始拥有自己的店、自己的招牌，以及一整栋围着他转的房子。从1964年到1970年前后，肯德基网点从约600家增长到2700多家，门店年销售额从约3500万美元增长到约6亿美元，公司税后利润则从约20万美元增长到约1200万美元。公司卖掉以后，山德士并没有退休，按照协议，他继续担任肯德基的董事、顾问和品牌代表，并领取终身薪酬。他继续穿着白西装四处宣传，参加电视节目，还会突然出现在加盟店，检查厨房，品尝炸鸡。公司原本以为自己买下了一套配方和一张脸，后来才发现这张脸会自己走进厨房，还会发表意见，而且意见通常会很大。山德士最不满意的是肯德基后来的肉汁，他原来的肉汁味道很好，但做法复杂，耗时成本也高，还容易因为厨师操作不同而翻车。公司想把它简化，毕竟几千家店同时经营，不能要求每位员工都拥有烹饪艺术家的灵魂。山德士却不这么想，在他看来，顾客既然付了钱，就应该吃到最好的。到了1970年，山德士已经接近80岁，仍会突然巡查门店，如果厨房不干净或者肉汁不合格，他当场就会指出来，有时候还会气得用手杖敲桌子。1980年6月，90岁的山德士被诊断出白血病，同年12月16日，他因肺炎等病情去世，终年90岁。麦当劳证明汉堡可以被工业化复制，肯德基则证明炸鸡也能加入这场游戏。晚年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工作不会伤害人，人闲下来反而更容易生锈。